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1997年10月，澳洲坎貝拉發生咗一單命案。呢個係一場有預謀嘅謀殺案，而兇手竟然係一位法律系嘅大學生。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，喺命案發生之前，已經有一班人知道咗呢個計劃，但係大家都係選擇咗袖手旁觀，冇人願意出嚟阻止呢場命案。案件嘅主角叫做阿努，於1972年9月3號喺印度出世。爸爸 Paddy 同埋媽媽 Surinda 都係醫生。阿努出世嘅第2年，佢就跟住父母移民到澳洲，並定居喺悉尼嘅 Strathfield。阿努細個嗰陣對父母十分依賴，佢無時無刻都要同父母一齊，就連瞓覺亦都係一樣，否則佢就冇辦法入睡。喺青少年時期，阿努比同齡人更為早熟，佢衣着暴露，經常同男仔出去玩。阿努嘅行為漸漸令父母感到擔憂，佢哋甚至仲考慮過俾阿努喺屋企自學。不過阿努用成績證明咗父母嘅擔心都係多餘嘅。佢喺1988年考到全級第1名。而佢嘅父母亦都打消咗俾佢喺屋企自學嘅諗法。1991年高中畢業之後嘅阿努考入咗位於首都坎貝拉嘅澳洲國立大學，攻讀經濟同法律嘅雙學士課程。不過孤身一人嚟到陌生城市嘅阿努並冇辦法適應呢度嘅生活，佢開始掛住屋企人同埋喺悉尼嘅生活，學術成績亦都每況愈下。除此之外，阿努亦都會頻繁咁打電話返屋企，有時仲會一日打5-6次電話返嚟，只係為咗尋求父母嘅安慰。每逢周末，阿努亦都會坐3個鐘頭嘅車返到悉尼。見到阿努咁樣嘅情況，佢嘅父母建議佢暫時休學1年，等調整好之後再返去上堂。1年之後，阿努返到咗大學上堂，並開始同一個叫 Simon 嘅男子拍拖。密運中嘅阿努變得更加積極，而佢嘅學術成績亦都逐漸攀升。佢喺1994年率先取得經濟學士學位，並繼續攻讀法律學士課程。1995年，阿努同 Simon 嘅感情開始惡化啦。嗰1年嘅大學假期，阿努去到紐卡素旅行，並喺當地嘅酒吧認識咗一位年輕嘅工程師 Joe。佢哋一見鍾情，阿努亦都選擇咗一腳踏兩船，開始同 Joe 拍拖。隨住大學嘅假期結束，阿努亦都必須返到坎貝拉上堂，所以佢同 Joe 亦都開啟咗異地戀。冇幾耐之後，阿努嘅男朋友 Simon 開始察覺到自己戴咗綠帽，佢向阿努提出分手，並搬離咗同阿努一齊合租嘅公寓。雖然係阿努出軌在先，但係今次嘅分手亦都對佢造成咗好大嘅打擊，尤其係 Simon 話佢智力低下嘅言論，深深咁傷害咗佢。分手之後，阿努嘅學術成績每況愈下。佢嘅精神狀態亦都越嚟越差，佢經常失眠，每晚都會喺屋企度行嚟行去，仲會無端端咁喊。阿努嘅精神狀況喺1995年12月嗰陣變得更加嚴重，佢會一直覺得自己好肥，每日都要去健身房鍛煉好幾個鐘，仲開始咗唔健康嘅飲食習慣，除咗 Tim Tam 同埋 Diet Coke 之外，其他嘅食物同埋飲品佢都堅決唔掂。除此之外，阿努亦都開始依賴減肥藥物，佢仲經常向父母展示自己下垂嘅皮膚，並堅稱呢啲都係脂肪。佢不斷向父母攞錢俾佢進行抽脂手術，不過佢最後都係打消咗呢個諗法。阿努仲多次向朋友提到，自己寧願死，亦都唔願意肥，即使佢當時嘅體重只有40公斤。呢個時候，阿努嘅爸爸認為佢已經患上咗飲食失調症，需要睇心理醫生
接受治療。但係硬頸嘅阿努一直都唔願意聽從爸爸嘅建議。喺阿努經歷呢一切嘅時候，Joe 一直對佢不離不棄。Joe 出生於1971年，佢仲有一個比佢細4歲嘅細佬 Antonio。佢嘅父母 Nino 同埋 Maria 都係意大利移民，一家4口住喺 Newcastle。Newcastle 位於澳洲東海岸，係紐省嘅第2大城市，亦都係全球最大嘅煤炭出口碼頭。Joe 生性開朗，熱愛運動，同屋企人嘅關係亦都好親密。由於 Joe 嚟自一個傳統嘅意大利家庭，佢哋一家人都會喺每晚6點一齊食晚飯，分享當日嘅生活瑣事，享受天倫之樂。但係自從 Joe 同阿努開始拍拖之後，阿努就會專登喺每晚嘅6點打電話俾 Joe， 而每次嘅通話都會持續1個幾鐘，令 Joe 錯過咗同屋企人一齊食晚飯嘅時間。阿努嘅呢個舉動令 Joe 嘅父母感到非常不滿，佢哋非常重視晚飯嘅團聚時間，所以佢哋打咗個電話俾阿努，希望佢可以喺晚飯時間之後先至打電話俾 Joe。之後佢哋想要煲幾耐嘅電話粥都冇問題。一開始阿努都係聽咗 Joe 父母嘅建議，延遲打電話嘅時間。但係冇幾耐之後，阿努又故態復萌，喺夜晚6點打電話俾 Joe。而喺熱戀中嘅 Joe 已經對阿努深深着迷，無論喺乜嘢時候，只要佢一收到阿努嘅電話，佢就會即刻放低手頭上嘅事，專心咁同阿努煲電話粥。唔單止係咁， Joe 每個週末都會揸5個鐘頭嘅車去到436公里外嘅 Canberra 陪伴阿努，之後再匆匆咁返到 Newcastle 返工。 Joe 嘅父母漸漸察覺到自己個仔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，佢被阿努控制住，對阿努有求必應。佢嘅媽媽曾經勸過佢同阿努分手，但係 Joe 就哀求媽媽唔好逼佢做選擇。佢同媽媽講：我愛你，但係佢需要我。1996年喺認識阿努嘅1年之後， Joe 決定辭職，離開屋企人同埋朋友，獨自一個人搬到 Canberra， 同阿努展開同居生活。雖然佢哋嘅感情穩定，但係阿努嘅狀況就越嚟越差。佢經常抱怨自己嘅腳痛，出現潮熱，仲經常感覺有嘢喺自己嘅身上躝嚟躝去。1997年2月，阿努向爸爸 Paddy 抱怨，佢感覺自己個頭唔係喺自己嘅身上，而係喺另一個身體上。Paddy 認為阿努已經患上咗精神病，並勸佢去睇醫生。但係阿努堅決認為自己嘅精神冇問題，只係身體方面出咗啲問題。佢仲認為自己好快將會死於肌肉萎縮症。最終 Paddy 都係夾硬將阿努帶咗去睇醫生。佢哋睇過好多醫生，其中亦都包括精神科。不過阿努始終唔願意接受醫生診斷出自己患有精神病嘅事實，而佢嘅精神狀態亦都每況愈下。佢嘅情緒會突然波動，明明上一秒心情仲好愉快，下一秒就變得情緒低落。由於情況一直都冇好轉，阿努開始感到絕望。佢經常缺席大學嘅課程，就算佢出現喺教室度，佢亦都係衣着邋遢，冇嚟精神咁去上堂。阿努曾經將自己鎖咗喺間房度2個禮拜，仲有過輕生嘅念頭。之後阿努認為自己感染咗艾滋病，而男朋友 Joe 就冇被感染。佢覺得咁樣好唔公平，所以佢就將自己嘅血滴咗喺 Joe 嘅牙刷度，想要傳染俾 Joe。事實上阿努並冇感染艾滋病，所有嘢都係佢自己幻想出嚟㗎。1997年5月，阿努同佢嘅朋友 Rachel 講， Joe 曾經介紹過佢一隻
叫做 Ipecac 嘅藥物。Ipecac 係吐根植物根部嘅提取物，有祛痰同埋催吐嘅作用。Jo 仲同阿努講 Ipecac 可以減肥，而阿努亦都嘗試服用，並且逐漸上癮，仲令佢飽受各種疾病嘅折磨。阿努認為係 Jo 搞成佢咁㗎，佢打算自我了結，但係喺自殺之前，佢要先將現任男友 Jo、前男友 Simon 同埋所有誤診佢有精神疾病嘅醫生全部殺死，一齊陪葬。佢仲同 Rachel 講：我曾經翻閱過精神病嘅書籍，要說服其他人自己癲咗，其實一啲都唔難。呢個時候，阿努已經開始規劃住自己嘅邪惡計劃。同年6月，阿努揾嚟咗自己嘅好朋友 Mahdavi， 一齊去到圖書館翻閱關於自殺嘅書籍。8月，阿努嘅爸爸幫佢洗車嗰陣，發現車尾箱度有一堆被標上咗價錢嘅衣服。睇嚟阿努打算以1到2澳元嘅價格將自己嘅衣服出售。同時，阿努亦都開始將一啲物品送俾自己嘅親戚朋友。當爸爸問佢點解要咁做嗰陣，阿努表示佢自己都唔出門，所以呢啲嘢亦都用唔着。一開始，阿努打算用槍解決，所以佢四周圍打聽邊度可以買到槍。不過佢最後改變咗主意。同年10月，阿努向一個叫 Mr. T 嘅人購買咗價值500蚊嘅海洛英。Mr. T 將海洛英裝入2個針筒交俾阿努。當 Mr. T 問佢點解要買咁多海洛英嗰陣，阿努表示有一個人將會同佢一齊自我了結。之後，阿努同 Mahdavi 就練習喺手臂上注射，並利用海洛英同一個叫 Bronwyn 嘅女子換取咗一啲安眠藥。當時，阿努仲向 Bronwyn 確認咗藥物嘅致死劑量。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1997年10月20號，阿努喺自己嘅屋企舉辦咗一場晚宴，並邀請咗法律系嘅同學嚟參加。阿努決定喺晚宴結束之後，就帶住 Jo 一齊離開呢個世界，而 Jo 至今仍被蒙在鼓裏。當晚大約有10個人參加晚宴，在場嘅人都知道阿努嘅計劃，但係就冇一個人願意出手阻止命案發生，亦都冇人將呢個計劃話俾 Jo 知。當晚嘅宴會一切如常，大家一齊談笑風生，享受美食。阿努同 Jo 亦都表現得非常恩愛，或者係因為咁，所以大家都唔相信呢對甜蜜嘅愛侶會選擇自殺。佢哋都認為阿努之前向佢哋提起嘅計劃都只係隨口噏下啫，目的只係為咗吸引大家嘅注意。晚宴風平浪靜咁結束咗，所有人都離開咗現場，而阿努亦都開始實行佢嘅邪惡計劃。阿努俾 Jo 飲咗一杯加咗安眠藥嘅咖啡，等 Jo 昏睡之後，佢就為 Jo 注射海洛因。好彩嘅係，由於注射劑量不足，Jo 成功逃過咗一劫。第二日 Jo 醒返之後，雖然感覺自己昏昏沉沉咁，但係佢並唔知道自己俾阿努落咗藥，佢仲以為自己只係飲醉咗。雖然今次嘅計劃失敗咗，但係阿努並冇放棄。佢喺10月24號，亦即係4日之後，再次舉辦咗一場晚宴，同幾日前一樣，唔知情嘅 Jo 依然熱情咁招待賓客，大家都度過咗一個美好嘅夜晚。第二日嘅凌晨3點半，宴會又再次風平浪靜咁結束，所有人都各自返咗屋企。呢個時候，屋入面只係剩低3個人，分別係 Jo、阿努同埋 Mahdavi。阿努又沖咗一杯加料嘅咖啡俾 Jo 飲。等 Jo 昏睡之後，佢就為 Jo 注射海洛因，而 Mahdavi 就喺一邊親眼目睹咗整個過程。凌晨5點
馬達維離開咗現場，返到咗屋企。當晚宴會結束之後，一個叫 J 嘅女子喺馬達維嘅屋企度過夜。馬達維返到屋企之後，將 J 叫醒，並同佢講咗阿努想要謀殺 Joe 嘅事。J 聽咗之後非常震驚，佢喺早晨9:16打咗個電話俾阿努，向佢確認馬達維所講嘅嘢係咪真嘅，並威脅阿努話要報警。阿努喺電話度不斷懇求 J 唔好報警，佢話佢同 Joe 已經訂咗婚，報警只會破壞佢同 Joe 之間嘅關係。最終喺阿努同埋馬達維嘅再三阻撓之下， J 並冇成功報警，而被阿努打咗毒針嘅 Joe 依然仲有呼吸，只係昏睡咗。夜晚10:19，阿努打咗個電話俾一個叫 Len 嘅朋友，佢話俾 Len 知佢好擔心 Joe 嘅狀況，佢昏睡咗成日，只係喺啱啱傍晚6點醒咗一陣，而家又昏睡咗。就喺佢哋通電話嘅時候， Joe 又再次醒咗。阿努將電話遞咗俾 Joe， 而 Len 就問咗佢嘅狀況。Joe 表示自己冇事，除咗身體好攰之外，佢100%正常。阿努只係過度擔心啫。時間嚟到咗26號早晨， Joe 依然仲有呼吸。見到呢一幕，阿努並冇放棄佢嘅計劃，於是佢同馬達維又再次向 Mr. T 購買咗海洛因，並幫 Joe 注射。早晨11:55，阿努慌失失咁打電話俾之前提供安眠藥俾佢嘅 Bronwyn， 詢問佢如果用藥過量應該點算。Bronwyn 話俾阿努知應該要即刻叫救護車，但係阿努就話我唔可以，佢唔知，佢會嬲㗎。之後Bronwyn 問咗佢 Joe 嘅情況，阿努話佢嘅嘴唇已經發紫，而且每10秒鐘先至呼吸一次。Bronwyn 即刻叫阿努幫 Joe 做人工呼吸，阿努放低電話照做。大約20秒之後，阿努又拎起電話問 Bronwyn 之後要做啲乜嘢。Bronwyn 表示阿努必須持續幫 Joe 做人工呼吸，直到佢有反應為止。幾秒鐘之後，阿努又拎起咗電話，同 Bronwyn 講太遲啦，佢走咗。Bronwyn 叫阿努即刻打000緊急電話，但係阿努就一直拒絕，並堅持要 Bronwyn 過嚟，因為只有佢先知道應該要點做。Bronwyn 表示等佢趕到過去嗰陣， Joe 可能已經救唔返啦。之後阿努改變咗主意，話唔需要 Bronwyn 趕過嚟啦，佢只係需要幫手叫救護車。Bronwyn 問咗阿努嘅地址，但係阿努就點都唔肯講，之後就收咗線。20秒之後，阿努又打咗個電話俾 Bronwyn， 表示自己唔可以打緊急電話。呢個時候 Bronwyn 同阿努講，聽住，如果你而家打緊急電話，你嘅男朋友醒返之後只係會嬲，如果你唔願意咁做嘅話，等緊你嘅就係謀殺罪名。12:10，阿努終於打咗000緊急電話，佢同接線員講 Joe 吸食咗過量嘅海洛因，而家喺度吐緊血。當接線員問佢攞姓名同埋地址嗰陣，阿努話俾對方知自己叫 Olivia， 仲提供咗一個錯誤嘅地址俾佢。喺接線員不斷詢問之下，阿努先終於提供咗正確嘅地址，但係咁已經大大咁延遲咗救護車到達嘅時間。12:18，救護車到達咗現場。阿努表現得好心急，不斷催促救護員快啲入屋。救護員即刻幫 Joe 進行急救，可惜一切已經太遲啦。Joe 最後都係過咗身。當阿努知道 Joe 已經過身之後，佢歇斯底里咁大嗌，唔應該係咁噶，我哋應該一齊走噶。之後佢趴喺 Joe 嘅身上，唔俾警方帶走佢嘅遺體，口入面仲不斷重複住呢句說話：Joe，唔好離開我。最後警方必須強行將阿努拉走，
先至可以將 Joe 嘅遺體送到殮房解剖。經過解剖之後，法醫證實 Joe 喺多種藥物嘅影響之下，最後吸入嘔吐物，導致窒息身亡。當晚，阿努亦都被警方扣留咗。喺羈留室入面嘅阿努神志清醒，非常平靜。當警方向佢問話嗰陣，阿努雖然表現得好激動，但係佢就一滴眼淚都冇。佢同警方講，佢決定先俾 Joe 離開，係因為唔想俾 Joe 阻止自己自殺。但係阿努並冇解釋點解自己最後冇自我了結。夜晚10點，阿努嘅爸爸嚟到咗警局。當阿努見到爸爸嗰陣，佢開始痛哭，不斷咁搣自己嘅手臂，仲問爸爸自己而家喺邊度。1997年10月28號，阿努同馬達維正式被起訴。阿努被控謀殺罪，而馬達維就被控合謀殺人罪。佢哋本來被安排一齊上庭受審，但係因為法官冇辦法判斷其中一項證據到底係針對阿努定係馬達維，為咗公平起見，佢哋最終被分開受審。1999年，熟悉法律流程嘅阿努選擇唔用陪審團，只係靠法官一個人嚟判案，以提高自己嘅勝算。喺庭審中，辯方出示咗精神科醫生嘅報告，證明阿努患有自戀型人格障礙。喺作案嘅時候，神志並唔清醒。控方指出，阿努處心積慮想要謀殺 Joe， 從佢去到圖書館揾資料，到確定藥物嘅致死劑量，再到幫 Joe 注射，都證明咗阿努喺案發當時嘅神志清醒，完全清楚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。最終，法庭宣判阿努謀殺罪名不成立，但係誤殺罪名成立，獲刑10年，4年之內不得假釋。而馬達維就無罪釋放。喺判決之後，馬達維移民到美國，目前已經喺當地結婚生仔。Joe 嘅屋企人對呢個判決感到失望，佢哋認為兇手嘅刑期過短，而幫兇竟然可以逃過法律嘅制裁。呢單案亦都喺之後相繼被改編成小說同埋電影《Joe Sinque's Consolation》。由於阿努喺1997年就已經被羈押，所以佢喺2001年就被假釋出獄啦。喺被假釋之前，阿努已經喺獄中取得悉尼大學犯罪學碩士學位。2010年，阿努進入咗悉尼大學攻讀法律系博士學位。2012年，佢完成咗佢嘅畢業論文《女罪犯：深入了解澳洲女性犯罪》。呢篇論文亦都成功幫佢攞到博士學位。喺阿努出獄之後，佢一直嘗試想要同 Joe 嘅父母見面，希望可以得到佢哋嘅原諒，不過都被拒絕。一名記者喺採訪阿努嗰陣，曾經問過佢點解要殺死 Joe。阿努表示背後並冇乜嘢特別嘅原因，就好似做大學作業咁。